今日刘后甘冒奇险，是要将吴越国社稷置于不测之地吗？他日将以何面目以对三位先王于地下啊？水秀公近日在殿上也看到了，大司马言语无状，羞辱于吾，其不臣之心，桀骜之举，昭然若揭。是刘后先欲辱人，反被人所辱，这怨不得别人。吾闻主忧臣辱，主辱臣死。水秀公，吾今日在朝堂之上受辱，公当如何？是谁与刘后言及此悖逆之言？此言出自《史记·越王勾践世家》，原文是“主忧臣劳，主辱臣死”。越王勾践赖文种范蠡之辅佐，灭吴报仇，反过来却杀了文种，追范蠡于五湖之上。其性凉薄，忘恩负义，太史公叔之，以奉后人。军使臣有手足，则陈氏君如负心；军使臣如土建，则陈氏君如寇仇。孟子之言，方是治国正道啊！究竟是何人，敢对刘后出此悖逆宵禁之言？臣请诛之，以儆公众。中秋宴上，当殿扑杀国家重臣，你这兄长身边怕不是有佞臣？何承训那贼啊！当年便与程昭岳一党不清不楚，把偏生七哥还不杀他，让他继续执掌亲卫都兵权。你今日坏了你七哥的好事，不怕他记恨于你？那我又有什么法子吗？老令公的刀子已经攥在手上了，若是七哥手里的酒盏摔在地上，怕是等不到何承训的兵进大殿，那老令公的刀子就扎在七哥身上了。那老令公什么人？当年与我家阿翁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，这辈子不知道砍掉了多少颗脑袋。这种小场面难不住他。匹夫之怒，血溅五步。再者，这老令公也是为我家浴血厮杀的功臣元勋，若真个当殿扑杀了，那我吴越国成什么样子了？岂不是连中原汴梁那边的局面都不如了？大王今日在殿上已然误了胡令公，建议离贤。此时若想再改弦更张，末将恐塌天大祸就在眼前。大王，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此时谁先一步便是生，慢一步便是族灭之危，万万犹豫不得呀！奈何水丘公他日间若不是吴兴郡公假传王教，胡逆此时已经伏诛。吴兴郡公有罪！大胆！末将一时情急，冒犯吴兴郡公，请大王恕罪。水丘公是社稷臣，他虑的也没有什么错。吴兴郡公所虑或许不错，可他毕竟不是大王。吴兴郡公或许以为胡逆此时罪恶不彰，大王诛之师出无名，可若等他真的反了，再处置就迟了。到时候军中将佐其心莫测，杭州城内烽烟四起，怕是到时吴兴郡公也会悔之晚矣。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。胡逆若是反计招张，吴兴郡公也好，九郎君也罢，
怕是不会再有人拦阻此事。何承训，末将在。你愿意为吾冒些风险吗？大王有教，末将不辞万死。3日之后，你去见大司马，你告诉他，吾已有杀他之意。啊！若他听了此事，依然不生反意，只怕到时候为了给他一个交代，吾将要你贬出杭州，却要让你受2年的委屈。大王有教，末将不敢辞。只是他已经是90岁的人了，身子骨再硬朗，也怕难有100岁的寿数。3、5年间，至多10年，吾便将你召回，许你个内衙都监使的前程。若是你不愿的话，末将谨遵王教。你放心，此事办得妥帖，吾绝对不会忘记你的功劳。末将不敢言功，雷霆雨露，俱是君恩。都头，近前说话。今日宝德门那边是谁当值？回都头，今日当值的是江小野。备马，我要出宫。此刻就是此刻。诺。父亲，天快黑了，露水重，这刀啊锈了很久了，一会儿半会儿磨不出来。刀锈了，磨变亮了。你心我是锈了，别磨不亮了。父亲还惦记着今天大王赐宴的事儿。刘郎走得太早了。令公上书有客拜门。现在拜门？小人跟他说了，令公和尚书有时3刻以后便不见客了，奈何那人他不肯走。谁呀？来人自称内衙清卫都指挥使何承训。郎君出事了，郎君暂时无事。暂时？你们有甲吗？有，够数吗？够。兵刃呢？50支毛枪，36把红刀，8柄铁剑，5柄骨短。弓弩呢？步弓10张，弓箭540支，手弩2排，弩箭100。够吗？不知道。子神和罗城的防务，我心里没底。郎君或许有。何时要用？寿准，或许这几日，或许今夜就要用。蒋二马三，来。好。日间割回来那枪子羊煮出来没有？煮好了，都腌上了。把弟兄们都叫起来，分给大家吃了。1只羊，连皮带骨也就110斤，60个人分，不够吃啊。对啊，不必够吃，我要的就是半饱。要披甲吗？披。今夜就是再困，都得给我披甲睡。
这是军令。走。此处是保德门，最少要安置2个人盯着，万一有事，有一个人可以回来报信。通院门处也得2个人。此处是咱们保着郎君逃出杭州的必由之路。还有袁相府、水丘相府、大司马胡林公府都得盯住。我不知道究竟何处会出事，只知道一旦出了事，这些大人物必将有所反应。我盯不过来，忠顺都总共才68人，处处都要盯，根本盯不过来。那便只盯保德门和郎君府邸。郎君是知青宗室，寻常变故不惧的，最大的变数反倒来自宫里。